案发地红叶山庄是个封闭式的度假村，当晚由成宇公司包场，没有外来游客。由于王婉薇的级别，住宿安排显示，她与薛青住同一房间。除了本部门人员以外，没有人知道死者当晚会是独居，而凶手作案后，精心布置了案发现场，耗时很久，根本不担心室友会回来。所以由此，我们初步推断为内部作案。 他长得和你很像，上个月自杀了。我们的调查由他入手。你不是只抓穷凶极恶的连环杀手，一个白领的死，你会有兴趣吗？没兴趣，只是有不可抗拒的理由。他是公安部的特工。你以为公安部吃饱撑着，派人来当搬运工啊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商品流通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喂，知道了。走吧。干嘛？去见一个麻烦的女人，不然你以为我喜欢办这么无聊的案子啊？走。前段时间，公司在红叶山庄开半年总结联谊会，王婉薇在自己房间的浴室里割腕自杀，留有遗书，身上没有攻击性伤痕，家属要求不做尸检，警方最终以自杀结案。自杀结案对你公司没有任何影响。你身为公司的董事长，连死者见都没有见过一面，为什么要审查？并不是我想要审查的。 1个月前，我开始不停收到这封邮件。邮件里说，王婉薇的死因不是割腕自杀，而是另有黑幕。而成宇公司的高层为了掩盖一切，付给死者家属10万，要求不做尸检。你有掩盖吗？成宇公司光在内地就有1000多名员工。 在收到这封邮件之前，我根本没有过多关注过这起自杀事件，更不可能存在什么黑幕。邮件里附了一张付款证明，王婉薇的父亲的确收到了10万块，付款方是一个匿名的海外账户。发邮件的人对这个账户进行了追踪，他声称已经掌握证据，这个来自美国的账户才是真正的付款人。 是谁？很显然的，你认识这个账户的主人。你看起来很紧张，是谁？ 易阳，谁？这位女士的未婚夫。易阳这半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，我相信他跟这起事件没有关系。可是这确实是他的账户。如果你想掩盖犯罪事实，你会用自己的账户打钱吗？所以，我希望你尽快查清楚这件事情，到底是谁在幕后捣鬼，还有多少事情是我不知道。我不想让这件事情一直烦我。好，知道了。不过我想先请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是钱的事儿吗？简阳似乎很喜欢他现在的工作。等调查结束之后，我希望他可以继续在公司里
做他的默默无闻的小职员。我知道你善于控制舆论，掩盖事实，所以，请不要让其他人认为她是职场女干探、双面女白领之类的莫名其妙的人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谢谢。妈妈，原谅我的软弱，让我感受最后一次空虚和放纵，黑暗的起点与终点。我做错了好多事，一步错，步步错，我再也回不了头了，所以我不再回头了，我选择结束。妈妈，我的银行存折里还有2万块钱，密码是我的生日，钱不多，对不起妈妈。妈妈，你别难过，做这个决定对我而言是解脱。我改变不了命运，反抗不了命运，但我至少可以选择结束。我的生命终结在我自己手里。再见，妈妈，别难过，明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不孝女，晚未经杀。你说我读完了。做我的助手，最不需要的就是多愁善感，可以回到正常的模式了吗？女人都是多愁善感的，除非你找一个男人，而且这个男人还得会做饭，会钓鱼，会帮你布置家，会照顾沉默，还不嫌弃你的诸多挑剔。警察是不是觉得这份遗书写的情真意切，所以就把他判定成自杀？这点应该没问题吧？情感是最无法科学量化判断的东西。如果仅凭这一点就判定是自杀，那么他杀要伪装成自杀，那就太容易了。凶手只要想象自己快要死了，写一段话就行了。我讨厌新生录取的问题，简单到无趣。快说。这的确是他为了自杀前准备的遗书。首先呢，他写遗书的时候，因为受人胁迫，因为字迹流利，诸多连笔，一气呵成。如果他是受人胁迫的，那么他的字里行间会有很多的笔误或是停顿。除了这一点，还有很多的佐证，例如他在写遗书的时候用到了很多的比喻，比方说败将、壳、无底洞、深渊，还有不少的重复语句，比如妈妈，不要害怕，还有一些没头没尾的，我的生活变得灰暗、肮脏。你知道伪造书信的人，或是胁迫他的人会怎么写？以上都不会。他们会要求他写这封遗书，写得尽量清晰、简洁，直入主题，逻辑清楚，避免看起来有漏洞。而这封遗书呢，从字迹上看起来，都有一些文笔上的小毛病，还有小习惯。所以，这是一封真正的遗书。说谎的人会尽量圆滑，
而说真话的人，才不会顾及那么多。那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？先从调查自杀原因入手，搞清楚关于他的一切。怎么入手调查？女人一般自杀的原因有哪些？情感问题、工作问题、经济压力、身体疾病。太好了，以上这些我一点都不感兴趣。你决定没？那就从死者的背景调查开始。你看了犯罪心理学的书？职场你干探吗？应该的。先生，您的水。我问你一下，我上次要了一张。王婉薇的博客被人删掉，会是谁做的呢？如果是感情问题，会是因为他吗？哎，你觉得有酒精好喝还是没酒精好喝？这个要根据您的喜欢。我喜欢，你给我推荐一个吧。还是他？喂。如果是工作压力，啊？哦，好的好的，我马上调整。实在抱歉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再见，林经理。林经理不会不喜欢王婉薇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是个秘密。林经理对他的下属非常严厉，尤其是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。小白兔，当心被大灰狼吃掉。哎，老周，谁是大灰狼？好好吃你的饭，别听他。不好意思，博总找我，我先走了。我也吃完了，我送你去。这是对同事的悼念，还是行凶之后的罪恶感？你什么意思？王婉薇死的那个晚上，你去过她的房间？你察觉到这个女孩有些喜欢你，于是你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去占她一点便宜。也许她拒绝了以这样的方式和你发展关系，所以你恼怒了，结果就是她躺在浴缸的血水里。对吗？不是的。我是向他去表白。表白？从他进公司那天起，我也很喜欢他。可我只是初级业务员，工资不高，又没房子，我一直不敢向他表露我的真心。直到那天晚上，我犹豫到半夜，最后终于鼓起勇气去了他的房间。他当时的情绪怎么样？他好像很高兴，但又有些紧张。
真的很高兴，但我需要考虑一下。我会打电话给你的。然后呢？后来我回到了房间，谢谢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酒劲上来就睡着了，直到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才听到同事们说，婉薇她你向你心仪的女孩表白，她也答应你说会考虑一下，结果当晚她却割腕自杀，你就一点不觉得奇怪，也就接受这个结论了？当然不是，我跟林经理说过。你和林经理说了什么？婉薇她不会自杀的，这没有道理啊！我们走之前才见过面，他什么都没有跟我说。林经理说我只是当晚喝多了，并没有看出他的异常。毕竟大家都知道，婉薇的气窍不好，最近几个月压力一直很大，情绪很不稳定。也许是我对他的爱不足以让他留恋这个城市吧。你最近的情绪一直都有问题，所以我们才来找你谈话。我总希望不要影响你的工作，也不要影响部门内的气氛，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话就不要告诉别人了。你相信麦晨说的话吗？他去了死者的房间，只是为了表白。喂，我发现了王婉薇的一个隐藏加密文件，里面有一篇她的日记，时间是3月22号。22号，就是他死的那天。已经发你邮箱了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不错嘛，现在干完活都能听见谢谢了。王婉薇最后的死亡日期，一定可以解开很多谜团。你听一下这一段，他竟然来到我的房间向我表白，我所爱的干净、纯洁、英俊的男孩，为什么你现在才来？谢谢你，让我的人生不那么绝望。可是，我还有机会能够回头吗？我还有得到救赎的可能吗？好吧。我知道你不习惯于他的文风，但是至少真的可以证明麦晨没有说谎。可以证明他的遗书是写在这篇日记之前。没错，遗书中的他情绪非常绝望，但是日记里的他明显犹豫了。可以推论，王婉薇当晚确实写了遗书，但由于麦晨的表白，他改变了自杀的念头，同时也做了其他的决定。而正是因为这个决定，为他惹来了杀身之祸。王婉薇在临死前的几个月一直都表现出了比较抑郁的情绪，
大家都以为他是工作上的压力，或者是情感上不顺。事实上，他这些情绪跟工作和感情都没有关系，而是他卷入了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调查清楚的黑幕当中。3月22日晚10点，宴会结束，回到酒店房间。12点之前，他写下遗书，决定结束这承受不住的一切。麦晨进来表白，大约用了20分钟。麦晨走了之后，他写了他最后一个日记，大约用了半个小时。警方判定王婉薇的死亡时间是2点半至3点半之间，也就是说，谁在这个时间段进入过王婉薇的房间，谁的嫌疑就最大，对不对？你没看到吗？现在可是满满的破绽，都在告诉我们，这是一宗谋杀案，凶手就在你这些可爱的同僚中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说过，这个案子由你来主导，慢慢想吧。红叶山庄的那个夜晚，市场2部的人都住在同一个别墅群，但是公司规定，只有副经理级别以上的人才可以住单间。你和王婉薇的级别都不够，除了林经理，只有你们2个女生，所以你们一定会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。你就是他的室友。他自杀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我知道我不应该和他在一起，可是我控制不了。他说过要我离婚，我们不会永远这么偷偷摸摸的。沈副经理住的那个单间，那天晚上你在他房间里。是博总要调查这件事情吗？他会开除我吗？他不会。偷情的夜晚，应该不会计划谋杀，他们2个暂时排除怀疑。你既然有这样的进展，应该高兴才对。可是王婉薇到底卷入了什么样的黑幕？我们还是丝毫的头绪都没有。是你，不是我们。你已经知道了，快跟我说。鱼皮虾饺。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要介入调查一桩自杀案呢？因为有证据表明，有人不愿意做尸检，
付给家属10万块封口费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尸体上没有伤痕，凶手为了控制王婉薇，把她放到浴缸里面割腕，说不定事先就给她吃了安眠药，怕尸检的时候查出来。查出来怎么样？很多人都采用双重的自杀方法，又吃安眠药，又割腕，又放煤气的，这并不奇怪。那到底为什么？死去的躯壳深陷泥潭，无力自拔，感受最后一次放纵与空虚，黑暗的起点与终点。有什么事情可以用这些词来形容呢？吸毒。王婉薇有毒瘾，所以她面对麦晨的表白才会那么绝望。不会有人单单因为他吸毒而杀了他。毒品？你确定吗？相信在你公司里有一个贩卖毒品的网络。陈宇公司对毒品是零容忍。如果当时进行了尸检，发现了王婉薇有毒瘾，我一定会要求进行彻底调查的。也许这就是封口费的用处了。如果没有那些举报的邮件，王婉薇这件事情早就尘埃落定，那个毒品网络也就依然安全。那到底是谁付了那个10万？又是谁发了那些邮件呢？那个账户，子玉已经在深挖了。至于那些邮件，我大概知道是谁发的。是谁？现在还不能确定，我会处理的。不过我认为，你现在应该先报警。案发地红叶山庄是个封闭式的度假村，当晚由成宇公司包场，没有外来游客。由于王婉薇的级别，住宿安排显示，她与薛青住同一房间。除了本部门人员以外，没有人知道死者当晚会是独居。而凶手作案后，精心布置了案发现场，耗时很久，根本不担心室友会回来，所以由此，我们初步推断为内部作案。小李啊，有一点我不明白啊，死者当晚改变了自杀的念头，还算是有最后一篇日记为证。可是薄教授又是依据什么判断死者写完日记后还曾经出过门呢？黑裙子。死者离开宴会厅回到房间时穿的是蓝色裙子，而麦晨前去表白时看见的也是蓝色裙子。死者穿着黑裙子，那只能说明他之后又换了衣服啊。麦晨当时离开时已经是午夜，王婉薇如果这个时候要换衣服，按道理说，最应该换上的应该是睡衣或者浴袍之类的，而她却选择了一件黑色连衣裙，为什么？哦，明白了。他换上黑裙子，说明他还要出门。在王婉薇的心里，这条蓝色的裙子对她有着特殊的意义。这是她心爱的人最喜欢的颜色。每当她穿着这条蓝色裙子的时候，麦晨都会赞美她。所以，无论她当时想要出门做什么，很明显，她都不愿意穿着这条蓝色的裙子去。从你这个位置到我这个位置，所有这个地板底下的土壤挖起来打包，带回实验室里筛查。好的。为什么指定要挖这一块？让我没有。
加点什么？整个信息拼图中缺失的那一块，王婉薇的遗书并非是伪造，他当晚确实要决定自杀。那么，他所计划好的自杀方式会是什么呢？王婉薇在遗书中写道：“原谅我的懦弱，让我享受最后一次的空虚和放纵，黑暗的起点和终点。毒品，他是想用过量注射毒品的方式，让大家知道是什么害死了他，让他在魏麦城展开新的生活。他的第一个举动会是什么？丢掉所有的毒品。”凶手绝对不知道，死者生前丢弃过这样一个东西，而王婉薇手中的毒品，又是从凶手手里拿的。如果我们运气够好的话，他能够指向一个新的名字，帮我们解开所有的谜团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？等着。